你似乎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殿下应该是知道个大概的，但你知道，只知道大概和知道细节是截然不同的。那你说吧。我花了5年的时间追查苏荣华，才得知苏荣华与上官雅的往事。有一天，你同我说，你遇到了一位姑娘，那位姑娘女扮男装在赌场里赌钱，她与你赌了10把，她还约你来日再赌，可是她又输了。那天，你笑得很开心，说这个人很有意思。后来你就经常跟我提到他，你说人家不愿意搭理你，还老去逗人家，人家为了躲你就换一个赌场，追到一个赌场，换一个赌场，你追到一个赌场。烦人！哎，别走啊！有一天，在你回家的路上，给我使劲打！钱都给你，能不能给我打？你心中不甘，于是暗中设计，在人家姑娘去往斗鸡的路上。你是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绑匪呀，还能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上官家的大小姐上官雅。你现在把我放了，你想要多少钱，我还能给你安排。我们不求财，只求色。臭流氓！大哥，就你们3、5个喽啰，拿下你们还是很容易。苏荣华，是你？是啊。你赶紧给我解开！我打你是我不对，但你不至于这样吧？哎呀，你又死不了，赶紧逃命！这里交给我。住手！你们都别打了，给我住手！各位好汉，你们劫道无非是图个钱财，我们呢是华金苏家人。倘若你们伤了我们，即便得了今日之钱财，他日苏家必定倾全族之力追杀你们。钱你们可以拿走，把我的人还我。有一天，你回家认真的同我说，你喜欢他，你打定主意了，你要娶她为妻。可你深知，苏氏位高权重，以你的身份去提亲，人家姑娘不想答应也得答应。后来你想先去问问人家的意愿。那天，我帮你挑了一套衣服，你也亲自打磨了一根玉簪，带着她去找了她。兄长，你这是？不是。自打那天起，你便不再出家门。直到一次宫宴，你身为苏王老师，被逼着出席。宴会之上，苏荣华看见了上官雅。宫宴。你怎能拒了同上官雅的婚事呢？川儿，你是太子，不可如此任性。我已经在这深宫泥足深陷了，为何还要拖无辜之人进来？殿下，为何不想成婚？我看得出来，雅儿并不喜欢我，也不向往宫廷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已经很可怜了，何必再多搭一个人？人人都说我是太子，说我高贵，可什么都由不得我，什么都不是我选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感受到太子带给我的任何高贵。
此刻，我好想寻一个解脱呀。他那就是小孩子话，上官雅就比他成熟得多。是啊，而且在公宴之上，上官雅和苏荣华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话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公宴，苏荣华知道了上官雅拒绝他的理由，自然也是不会轻易放弃了。人一旦有了目标，总想试一试。爹，我想娶上官雅，你活腻了。世人皆知，上官雅乃内定的太子妃，你要娶未来的太子妃，让苏家如何容你？说苏家不容我，无人自请逐出苏家，向上官氏求亲，是生是死，由我一人承担。你，兄长，弟弟，不必劝我。无怨无悔。今有不孝子孙苏荣华，自请出族，按苏家规矩，杖刑，赶出苏家。如此，你可服？虽死不悔。兄长，你连我们都不顾了吗？还望弟弟成全。行行。我进来也生过此年，后来呢？苏荣华，爱情算不得什么，喜欢也算不得什么。我们活着，就有自己应尽的责任。我会入宫，会成为太子妃，成为未来的皇后。以后的我，你不会喜欢的。你就当没见过我，离开华京吧。走得越远越好，尽可能去多一些的地方。你看过的山水，就当为我看了；你做高兴的事，就当是为我做的。如果有一天，你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，和他喜结连理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苏荣华，你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苏荣华，你别逼我了。
你怎么舍得逼他呢？为何我眼前的你，就像是会卜算一般？你故事中的苏荣华想要做的，都是我计划中的。可最后真的会走到那一步吗？所以你回到家中，父亲看你的样子，还是心软。这事儿也就这么算了。你与上官雅的事被两家遮掩下去，上官雅入了宫，好好做他的太子妃，而你，也离开了华清，去了很多地方。后来呢？后来不出你所料，上官氏与李川联姻，成了陛下的死结。陛下想扶持肃王，废太子。废太子之后，裴文轩游说世家，想让世家出兵，帮助李川夺太子之位。世家是犹豫的吧？这么做，就是跟陛下对着干。其实要不要出兵，世家还在犹豫。可最后先站出来的那个人，竟然是你。我们一旦出兵，就没有回头路了，意味着我们选择了太子，如此便将苏家挑入了险境。荣清，赶快想办法。父亲，儿子以为我苏家可以出兵，理由呢？现在是太子，下一步就是世家。李成一旦登基，绝对不会放过世家。可我深知，多少理由，都遮掩不住你内心深处那点不应有的念头。你其实是在担心上官雅。我不会拿苏轼为我一个人的感情做赌。你不是在赌，只是刚好这个决定更合适。你选择的没错，扶持李川，在当时看来，的确是苏轼要做的选择。因为李川贤名在外，又为皇室正统，他登基最为名正言顺。参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李川登基之后，上官雅成为皇后。德绪元年，李川刚刚登基，北方便传来战事，满朝主和，唯有裴文轩亲临李川主战。李川和裴文轩为秦林四处疏通，收集钱财，强行开战。你们这些大夏的蛀虫，常年拥地免税，手里还抓着各种特权不放，在朝中你们蝇营狗苟，在边疆你们贪墨军饷。大夏的钱财纳入你们府邸的时候，你们只会暗自窃喜。如今朕要北伐，需要你们一个个的出钱出力的时候，你们只会当缩头乌龟，不肯应战。试问，诸位对得起大夏子民吗？对得起吗？这时候开战，岂非下策？开战之后，他们便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他们空有理论，毫无实战经验，收集到的钱财根本支撑不住北方的战线，于是又休战。紧接着，就是南方灾患。国库里没有钱，我想了很多办法，和李川南巡赈灾。但到了南方才发现，这世家囤积粮食，哄抬物价，赈灾营根本到不了地方。殿下，您是没看过华京之外的大夏，战场之上，尸横遍野，灾荒之处，义子相视。也只有这华京载歌载舞的，天堂地狱，也不过如此吧。不过那时候的我们，的确幼稚又冲动。回去之后，为了拯救南方灾患，
便开始制定计划。这时候，李川动了心思，他要做什么？准备改制，以科举为唯一的选官途径，要向世家征税，限制世家田地与奴仆的数量，制定定分制。吏部提拔官员的时候，要按照分数往上提拔。打分之时，世家出身扣10分，寒门出身加10分。他太急了。其实我明白他的政令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。可不是他下一个好的政令就能好好执行的。他刚刚登基，便有这样的大动作，许多地方豪族自然是不同意。他在上头下令，下面根本不执行，又或者故意扭曲他的意思，加重百姓的负担。他想杀人立威，后来发现连个2等世家都动不了。德煦3年冬末，他不顾裴文轩的阻拦，让秦陵去杀了一个地方小族的族长，导致那个地方连续3年叛乱不断。原本还看得过去的城池，闹到最后荒无人烟。在那种情形之下，除了改制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废一个世家，可以拯救千万百姓。要是换做殿下您会怎么做？可是你有能力杀世家的人吗？殿下，陛下，你也走吧。殿下可能不知道，你每次问完，李川都会把自己关在御书房中1晚。我确实不知道。因为你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。但是你得知道，一个帝王，要是意识到自己的无能，那种羞耻感，是会把他逼疯的。李川和世家之间的矛盾，永远无法解决，而且只会越来越尖锐。而夹在中间的，就是上官雅。李川跟我说过，他每次见到上官雅穿金戴银的时候，就会想到那些吃不饱的百姓。陛下。但上官雅只当是自己比不过秦真真，她越发打扮，越温柔体贴，陛下，李川就越厌恶她。到后来，2个人甚至不能同房了。陛下。所以上官雅来找我求助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奢求什么感情了。可是家里人一直在给我施压，希望我生一个嫡长子，可他们又哪里知道，我现在连跟他同房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身为帝王，你不应该独宠秦真真。上官雅毕竟是你的皇后，若让人知道你许久未曾领幸她，那折子会把你淹死的。朕不喜欢他，朕连这点自主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吗？至少在他未生的嫡子之前，你都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您是一国之君，上官雅是您的皇后，去琼华宫生一个嫡长子，也是你应尽的责任。八姐，你说我和那些青楼里卖身的娼妓有什么区别？陛下，焦云逸，不必。刚从寝宫出来，见了皇后，吃了点助兴的药，无妨。陛下，你这……朕已经完成了长公主交代的事情。
这上官雅知道吗？他应该知道吧。其实上官雅也用药了。上官雅是多骄傲的一个人，却要被困在深宫里，像个牲口一样，只为生一个太子。面对这样的事情，还只能沉默不言。那后来呢？陛下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你不必如此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我知道，你每次来见我之前，都喝了药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都坦诚一些。你好好做你的皇后，你想要的权势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们两个人都不要再装了。有些事情可以商量着一起解决，别都被困死在这深宫牢笼里。往后我的事情，你便不要再管了，如何？可是陛下，我抛却了自己，抛却了本该属于我的爱情，来到这深宫里，不是为了听陛下跟我说什么各自安好，我也不是为了来成全陛下的，不是为了来成全陛下那所谓的爱情。你就不想要出宫的自由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个孩子。来人，上酒。陛下，陛下，此前是臣妾不对，往后您爱去谁的宫里，我都不管。但我需要您给我一个承诺。除了孩子，你还想要什么？皇后之位。这没问题，只要朕在位一天，都只能你是皇后。多谢陛下。孩子的事儿，我会协同你一起完成。那希望陛下能将下一个同房日留出来。好，朕知道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太医署来人说秦妃娘娘是喜脉。喜脉？快带朕去看看。陛下，您快去看看秦妃吧。快！为何如此急着见面？
陛下已经下定决心，不会再捧后宫里除了秦妃以外的女人。奸臣秦妃已确认怀有身孕，所以，我需要一个男人。谁都可以。我得有一个孩子。孩子？那后来呢？那时候，兄长，你本来打算要离开的。李川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，若他真的扶一个寒门太子上去，那便是我世家的末日。上官大人，您不是不知，我只是一介闲散游士，这与我无甚关系。告辞。雅儿在宫里很难，她需要一个人。一个男人。见过娘娘。怎么是你？陪着你。你走吧，我不要你。可你没得选啊，我也无路可退。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愿陪你一起堕入地狱，陪你一起共赴黄泉。2个月后，上官雅被确诊有孕，但这个孩子出生的时间太尴尬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他到底是谁的。 那川儿知道，当时李川甚至都不知道苏荣华和上官雅有染。寒门之人看到李川宠幸秦真真，秦真真又怀有身孕，就开始在外面散播谣言，伪造神迹，甚至有寒门官员上书，说这孩子是长子，出生之后会被立为太子。他们只是在逼死秦真真。
寒门之人大都为清贫出身，哪里知道宫里这些弯弯绕绕的？而且秦真真，她也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。她为了表明自己和孩子无异于皇位，甚至自己上书，希望立李信为太子。我竟然才知道，他那时候是个什么心态。当时李川并不想和世家起太大冲突，他又有愧于上官氏，于是让我起草册封圣旨，准备立李信为太子。可谁知道这时候民间谣言四起，说一只怪鸟落到了清风观门口，这只怪鸟是凤凰，有废后之兆。这世家听到了之后又忍不住了，于是就由宋荣华亲自出手，毒杀了秦真真。你本想毒杀李萍的，但秦真真日夜守护着李萍，与她同吃同住，每一口饭、每一口药、每一口水，她都要先尝过。最后，秦真真先中了毒，她保下了李萍。我竟然对一个孩子下手了吗？兄长，不必如此自责。你只是受了上官旭的蛊惑。秦真真死后，李川心里最后一点对世家的容忍都已经没有了。不仅仅是因为宠妃的死，也是因为他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。他要被逼疯了。他为秦真真守灵时，国本未立，还请陛下及时议处，册封皇后所出之皇子李信为太子，以正视听。与恶魔纠缠，我又化身成鬼，又赢得奖。传朕旨意，重言国本，封李信为太子。赶紧跟我回去吧。跟我走，都在等。朝臣们都在等着你，等着你做决定呢。你还有那么多折子，你看看你现在自己在做什么？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置大夏朝政于不顾吗？你忘了你自己应当做什么？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吗？我是谁呀？你是帝王。不，我是李川。李川，我是李川。那个时候我以为是川儿变了，世家也以为这是李川的妥协，但实际上，从那以后，李川就变成了一个暴戾之君，喜怒无常，苛捐重税，重用寒门，滥杀世家。他顾不得什么战论，什么百姓，什么公正，他只想推翻世家。那些年大夏风雨飘摇，四处烽火，他重用寒门，滥杀世家。寒门选拔出来的人，又都酷吏贪官，上上下下民不聊生。我苏轼费尽心机，上劝新主，下扶百姓，散财无数，赈灾救民，耗兵耗粮，用收税的钱养着亲邻的兵，还刻意亲近上官氏，让大家以为他很喜欢李信，但实际上是拿上官氏当成自己的护身符了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利用地方去消耗上官家的兵力，到头来发现，这些都是李川的计谋。他就想通过一次次的叛乱来打压世家的势力。我一路追查，也查到了秦真真之死的真凶，竟然是他！
陛下，您如何打算？陛下为何叫我们在这里相见？我也不知啊。姑母，雅儿，姑母，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？这不好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！川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秦真真是怎么死的？他到底是谁的儿子？陛下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这是您亲生的儿子呀！川儿，此次一事事关国本，若无实据，不可胡说。都不说什么。你若要杀了他们，为何不连我这个母亲也一并杀了？说，到底是谁的儿子？他就是你的儿子。陛下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得先认亲的。好，来人！陛下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你答应过我的，无论何时都不会废我。秦真真的死，也有哀家的主意。若以我的姓换雅儿和馨儿之名，你可满意？你为何要杀他？为了上官家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朕欲再度北伐，你们去准备吧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大夏近来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实在是耗不起了。耗不起？当真没钱了吗？可他们不明白，陛下不是要北伐，陛下是要利用他们手中的兵权，耗死世家。德绪8年，李川未集结兵力，他想诬陷肃王谋反，要求我苏氏出兵镇压。
肃王意图谋反，朕思来想去，唯有你们苏家最可信。你们可愿为朕出兵啊？陛下早就想除掉肃王了，可他却想借我苏家之刀来杀人。父亲，亲弟，不如牺牲我吧。你深知这些都是借口，你站出来为肃王说话。微臣曾为肃王之师，愿以性命起誓。肃王对陛下绝无二心，以性命担保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他判了你一个通敌的罪名，将我苏氏全族收养，欲将我苏氏满门抄斩。来人！苏家大逆不道，意图谋反，勾结肃王。传朕旨意，苏家满门抄斩。是。陛下冤枉啊！陛下，满门抄斩，明日将会是你们。我那时尚不知你与上官雅私通之事，只觉得冤枉。平越殿下深知我苏氏蒙冤，想解救我们。陛下，苏氏百年名门，当初建国有功。如若举族全灭，岂不寒了天下人的心？臣以长公主的身份请求陛下，放过苏家人吧。罢了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赐苏荣卿宫刑。禀陛下，苏荣华已用此玉簪自枪而死。死了，也要宫刑。你觉得这个簪子怎么样？挺好，就是瞧着像是人用过的。也不知这是谁的簪子。这是我从苏家大公子手里拿来的。听闻你们曾经很相熟啊，我便想着拿来给你留个纪念。不过他也算条汉子，只要受了宫刑，他便可以活的。可他却用你手里的这个簪子往这儿插了进去，死了。死了。其实我那时候特别想殿下，殿下像整个宫廷里唯一一盏明灯，所有的灯都会灭，唯有殿下永远执剑前行。当时连年征战，百姓早已受不了，而世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。就我所知，当年意图谋反的世家不下20族。这8年，韩族愈起，世家没落，已是强弩之末。他不能把人逼死，否则就是玉石俱焚，鱼死网破。所以，才选择修仙问道，让殿下成为监国长公主，代表圣意监国。这也是他向世家表态，他休战了，让世家安心。为此呢，即便他想动上官雅，也动不了，他不敢动，所以只能另找时机再做决定。我为韩族之首，殿下为世家代表，你我互相制衡，又为同盟。接下来大夏的10年，休养生息，终于再迎盛世。可是10年，太长了。这之后的10年，
长到让人面目全非，长到让人忘记最初的模样，长到让人看不到前路，也忘记了归途。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，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。殿下，往事已知，太子还期吗？兄长，故事已尽，夺嫡还难吗？我明白你说的，是，他的确有自己的难处，但不能因为他有难处，就让我谅解他的所有。那若龙过得不好，谁又不是呢？我明白。那明日，我带殿下去看一下太子殿下，然后再把殿下送去找苏荣清吧。你愿意我跟苏荣清合作？殿下想做什么，文轩都会追随。只要殿下能够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不后悔便是。荣清，这场梦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验过了，是真的。所以，这就是你和柔妃联手的理由？为了阻止太子殿下登基吗？是。因为你杀太子殿下，注定会与平月殿下为敌。你放弃了平月殿下？是。不可惜吗？为什么不试着改变啊？改变？兄长，我怎么改变？是我苏氏对不起李川吗？还是我苏氏权势太过？他李川身为君王，空有野心，却无知之极，肆意妄为，莽撞开战，劳民伤财，盲目改制，打压世家，图宠寒门佞臣，不顾大夏子民的死活。他李川做的荒唐事还少吗？他登基时，大夏在册人数9000万余，8年后，仅仅8年，在册人数不足7000万。那2000万人，要从哪里开始改呀？他这个人当年就是这个脾气，看似贤德仁善。兄长，我是爱平月殿下，但我也有自己的底线。荣清，我们不必将我们的理由说得多么冠冕堂皇，承认吧，世家就是大夏的毒瘤。那兄长的意思，还是要辅佐李川上位，是吗？我不辅佐任何人。荣清，你好生休息，我去跟父亲谈谈。能晚2天吗？我现在身上还有伤，我怕父亲太过气盛，我自己熬不过去。你放心，
好好养着，照顾好自己。